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7月13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2的节目。我们今天有3个主题，第一个，形势变了，中共重构政权基础模式，就他在调整他的政权的就是管制方式啊。另外一个是拜登政府针对新疆、香港发商务警告。第三个是全球悼念刘晓波。那我们今天这3个主题重点还在前面这个。7月11号，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这个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啊。这是中共因应中国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重构政权结构和施政模式的重大改变啊，这个建议要值得大家关注啊。那么他提出来这个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啊。什么叫基层治理体系呢？我们简单的讲就是什么呢？乡镇啊，地方就是农村叫乡镇，城市叫街道。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两这一级的政府部门或者政府组织，他们的表现啊，这叫基层啊。基层治理体系讲的就是一个是乡镇，一个是街道啊。那么在中国的行政体系当中乡镇和街道呢是没有执法权啊，他们是最基本的政府单位啊，但是他没有执法权，他只是中国最基层的执法机构县一级，县区是最基层的执法机构，县区以下是没有执法权啊。所以我们后面会具体的讲啊，中国的涉及到整个的这我们叫管制体系的改变，其实它就是一个管制体系。当然它用一个比较好听的叫基层治理体系，其实就是乡镇和街道啊。那么它有2个目标啊，第一个，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建立起常态化管理和应急管理动态衔接的基层治理机制，就是有常态化管理啊，常态化管理就是日常的维护管理工作，应急管理就是突发事件，发生了突发事件，它能应付得过来啊。构建网格化管理，现在是中国就开始在做这件事情，这有点像封建社会的这个划分这个区啊，把一个城市划成不同的网格，每个网格划分一个具体的方位啊，那么就是每个网格里面派一个网格员看住这个网格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报告啊，有什么突发事件报告。这是一个非常传统，中国非常富有中国传统的管理模式。特点是什么？特点就是在地啊，非常贴近。第2个特点就是消耗人力啊，每个网格里面要有一个网格员，你想得多少人啊？就是非常大的规模啊。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啊。那么第2个，在此基础上再用10年左右时间，基本实现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啊。中共一说现代化就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现在不是现代化啊，就是封建化或者是原始化。那么中国特色基层治理制度优势充分展现。就是实际上就是用10年时间把这件事情完成啊。那它包括几个方面啊，大体上包括两大块啊。做什么呢？怎么做呢？我们来讲一下。第一个，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的建设啊，就是我们就讲的是乡镇街道啊。怎么去加强它的能力建设呢？第一，增强乡镇街道行政执行能力啊。
执行能力是什么意思呢？它这里面有两个重大的调整。第一个重大调整就是赋予乡镇街道综合管理权啊，那么统筹协调权和应急处置权啊，就是既有综合管理权，又有统筹协调权，又有应急处理权，但是其实这都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后面这个，等一下，强化涉及本区域重大的决策、重大的规划、重大的项目的参与权和建议权。最后这句最重要，赋予乡镇街道行政执法权行政执法权是最重要的，因为实际上中国现在施政靠的是什么？就是行政执法权。你没有行政执法权，别人根本不理你，因为什么？你没有强制措施。所谓的行政执法权，讲到底就是强制措施啊。现在中共的最终都是强制措施啊，就是派一堆的警察去把你搞定啊。那整合现有执法力量和资源，什么意思呢？在这一堆的权利，你可以看到，就是加强它的基层权力的治理能力呢，核心是什么？核心就是放权，把权力我们讲最基层原来的最基层的管理就是执法权、行政执法权，最基层的是在县区一级啊，现在直接下沉到哪里？下沉到乡镇、街道啊，基本上把大量的权力下放到街道来啊，这很重要，非常重要。中国社会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社会面貌将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啊！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增强，大家就看一下，中共讲话背后都是有另外一套意思的啊。表面上看，所以解读文件很重要啊。增强乡镇街道为民服务能力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把地方政府的事权下放到乡镇和街道啊。那么市县级政府要规范乡镇街道政务服务、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事项啊，将直接面向群众、乡镇街道能够承担的服务事项依法下放啊。然后就乡镇要做什么呢？乡镇要做这个乡村振兴啊，这个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的关爱工作等等，脱贫攻坚啊，这其实就是把这个地方政府的事权由县级下放到乡镇，由这个区级下放到什么？下放到街道啊，事权下来意味着什么？事权下来就意味着人财物都要下来，因为你给他你把事权交给他，那你得安排人嘛，你要给他钱吧，你还给他权利啊。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把人财物全部下沉到街道一级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增强乡镇街道议事协商能力啊，那么完善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啊，什么意思？我们就不全念啊。探索建立社会公众列席乡镇有关会议的制度啊，其实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增加这个乡镇和街道的议价权限啊，就跟老百姓谈条件，跟事件的主体谈条件啊。那以前他没有这个谈判议价的权限，议价权限在上一级。所以他跟你谈半天，我请示一下，他也得去请示一下，这事就办得没那么利索，直接你就自己谈吧啊。这第三个。第四个，增强乡镇街道应急管理能力啊，主要是应对这个突发事件啊。那么要建立统一的应急管理队伍啊，储备物资啊，然后演练这个对人财物的支持啊。第五个就是增强乡镇街道平安建设能力啊，这个话很好听。什么叫平安建设能力？就是对付异己分子，对付异己分子的整个的系统工程
叫做平安建设。平安建设就是对付异己、宗教问题啊，这个异人士啊，那么这还包括上访都处于平安建设。所以中国的话是，其实你要知道，中国文件里面的意思都是反着的啊。这里面有个特殊的地方，它叫什么呢？它叫坚持和发展新时代的枫桥经验，加强乡镇街道综合中心规范化建设，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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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讲一大堆。什么叫枫桥经验？枫是枫叶的枫，桥是桥的，枫桥是一个地方，是浙江省宁波市这个诸暨县枫桥区啊，枫桥区。什么叫枫桥经验？是1963年，这个1963年社教运动。什么叫社教运动？就叫全称叫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谁主持开展？刘少奇啊，刘少奇开展的社教运动。那么社教运动就是浙江省宁波市啊，宁波专区，当时叫专区啊。那么诸暨县啊，枫桥区啊，它出现了一个依靠群众，不是政府，群众啊，老百姓就地监督改造四类分子啊，四类分子就地富反坏右啊，四类分子。然后就是他最后浙江省公安厅把枫桥区在社教运动中的经验总结为一句话，叫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把绝大多数四类分子改造成新人，实现捕人少治安好，就是一句这样的话。这是文革的一种管理模式，针对这个政治上的异议分子进行改造，这就是典型的这个文革式的社会管理模式。现在在推动这件事情啊，发动群众来干这种事情。那你想一下，发动群众意味着什么？像文革嘛，你要发动群众来做这件事情，那肯定就是文革了啊。这是第一是我们讲的是什么呢？第一讲的就是加强基层政权治理能力的建设，然后第二叫加强基层智慧型治理能力建设。什么叫智慧型的治理能力建设？简单的说，就是强化数字集权工具啊，数字集权工具，他们叫智慧治理能力啊。那么这个工具的使用和效果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终端啊，终端的数据采集和操作模式的建立。所以非常重要的是终端，终端在哪里？街道啊，在这个乡镇啊。所以呢，它有这个规划怎么？第一，做好规划建设。做好规划建设是什么意思？就是把乡镇、街道、村、社区，村是什么？乡镇下一级就是村，自然村啊。那个社区、街道下一级叫社区啊，纳入信息化建设规划啊，统筹推进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的基础设施、系统平台应用终端建设，强化系统集成、数据融合和网络安全保障。其实讲到底就是数据安全工具，把这个平台建好，收集数据，然后形成操作模式啊。然后第二，整合数据资源啊，实施互联网加基层治理行动啊，完善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地理信息等基础数据，共建全国基层治理数据库。然后推动基层治理数据资源共享，向基层开放，按照需要向基层开放啊，然后拓展应用场景，巴拉巴拉巴拉，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呢，然后这个政策就是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啊，就中共中央跟国务院发的这个意见有个配套政策。
配套政策是什么？配套政策就是行政处罚法。行政处罚法今年的1月25号，人大常委会通过修改这个行政处罚法，7月15号实施。这个行政处罚法里面增加了第24条，这第24条是怎么说的？说省、自治区、直辖市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可以决定将基层管理迫切需要的县级政府部门的行政处罚权，交由能够有效承接的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行使，并定期组织评估。这是一句话，这句话就是把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全部去实现。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这个许安标在今年1月25号人大常委会做这个行政处罚法修订的说明他说是这样，他说根据中共和国家机关改革和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的要求，明确综合行政执法的法律地位，所以增加了2个规定。第一个是国家在城市管理、市场监督、生态环境、文化市场、交通运输、农业总共6个领域实施综合行政执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集中在哪里？乡镇、街道就是下层由一个行政机关统一实施相关领域的行政处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根据基层整合执法力量的要求，行政执法权限向基层延伸下层。那么怎么个下层？就是刚才我念的那一段。那么现在的情况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样下层？这样下层的原因有一个基本的理由。他怎么说？他说现在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当中乡镇街道承担了大量的这个服务职能和行政管理的这个职责，但是呢，很多行政责权需要通过行政执法来实现就它只能通过行政执法来实现。但是呢，现在行政处罚的主体县级以上政府和部门所以呢，在现实当中是看得了的、看得见的，就是能看见的，因为他在街道，在乡镇，他能看见这个问题，他管不了，他没这个权限。他管得了的呢，看不见，因为他在市政府他在市政府的部门，他不在街道。所以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权力跟他的行政不匹配这是一个理由然后这个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这个一级刑事员张桂龙说这个为了确保行政处罚权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有监督然后就做了一堆的承诺什么按照规范、按照规定的程序行政实施，地方政府要加强组织协调，要执法监督要定期的评估执行评估的制度大概这件事情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来评价一下第一个意图，我们先分析一下它的意图。中国我才讲过中国其实它叫人民共和国，但其实它实行的是个帝制帝制就是一层一层管下来。共和国其实共和国的特征是什么？共和国的特征是地方自治，自治和分权。那么中国既没有分权，也没有地方自治，它是中央政府一竿子插到底，一直插到底，所以基本上它是个帝制。这种帝制的特征是什么？帝制的特征叫强干弱支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干主干支就是末端就是面对问题跟处理问题的末端，我们叫支。那比如说像这个街道
街道、乡镇都属于支啊。干是什么？干是市政府，市政府就是干，市政府各个部门就是干，区政府也是干。那么他面对问题处理问题的这个末端呢，就比较弱，资源和权力都集中在干上，这个主干上。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中国在发生突发事件和面对这些突发事件的处理能力都非常的差，而且效果很差，效果非常的不好。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强干弱支的特征。强干弱支跟什么有关？跟地质有关。为什么地质会出现强干弱支？因为资源都集中在权力的里，谁有权力，谁就能掌握更多的资源。所以权力都在哪里？在中央，然后在省，然后在市，末端得到的资源就最少，所以叫强干弱支。的原因是这个，因为资源跟着哪里走？跟着权力走。所以中国是一个靠权力来运行的一个国家，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那他为什么要改呢？那中共原来的权力结构，他虽说不是什么管得很烂，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千疮百孔，但他并不妨碍它继续存在。他为什么要改？原因是什么？显然，中共对未来一段长的时间，他的这个统治理这个国家，其实我们用个简单的话，用个直白一点的话，就叫统治形势。它有个评估，这个评估是什么？这个评估就是持续恶化啊，持续恶化。为什么持续恶化？三个问题。第一个，经济下行。经济走下坡路，越来越差，这形势，他们的评估应该是这种评估。第二个，外部环境越来越恶劣，中国跟美国、中国跟西方国家翻脸，外部环境很恶劣。第三，内部矛盾激化，贫富分化，然后这个贫富分化，然后这个社会不公啊，非常的严重啊，包括腐败等等一系列这样的社会问题没有解决，包括教育、包括医疗等等各种矛盾，内部矛盾激化。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的统治将面临更多的挑战。那么为了解决这个统治面临挑战，直接反映在什么？直接反映在哪里？直接反映在突发事件会很多。你看这2年的时间，这突发事件多少啊？这个突发事件越来越多，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那怎么办呢？就是对未来的评估是一个这样的评估，那就怎么办？那就强化末端。为什么？因为末端要面对这些问题，把责任、把权力下沉到末端，给末端提供资源，让他去面对这些问题。也就是说，强化末端，用强化末端的方式来应对即将发生的形势转变。这就是我们说的这次他为什么出一个这样的东西，为什么把行政执法权下沉到街道，下沉到乡镇，原因就在这里啊。这是第一个，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的意图是什么？第二个，那他这个调整的核心在哪里？他调整的核心就是3条。第一条，枫桥经验啊，枫桥经验很重要，他特地提到枫桥经验。枫桥经验的核心是什么？把问题解决在当地，不把问题上交。如果所有的人都把问题上交，区把问题上交到市，市把问题上交到省，省把问题上交给中央，中央忙不过来，那我要养你干什么？你就是来帮我解决问题的。你必须枫桥经验是什么？就在当地，用当地的资源，用老百姓的资源，把你想搞定的那些搞定，派这个红袖标去看着这4类分子，就这意思啊。所以把问题解决在当地是他第一个想要调整。第二个，
强化数字工具、数字集权工具啊，这个很重要啊。数字集权工具现在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啊，看得越来越清楚，就是中共非常依赖数字集权工具，数字集权工具成为中共的其中一个自信心的来源啊。第二个，所以强化数字集权工具的效能和应用。第三个，增加应急部门，在基层、在乡镇、在这个街道增加应急部门，应付这个突发事件啊。这基本上你可以看调整的核心就这三个。当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把行政执法权给基层、给乡镇、给街道啊。这是第二，就是关于它的调整的核心啊。第三，那影响在哪里？有多大的影响？影响是这样，显然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政策调整啊，它会引发中共政权危机。为什么？因为设计安排这个政策的人显然是没有管理经验，没有管理常识。为什么啊？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什么？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中国现有的行政权是没有任何监督的，从国务院到省政府到市政府到区到街道办这几级政府下来，没有这个监督的机构，没有监督机构。虽然中共党内有一个中纪委啊，也有一个监察部啊，中纪委、监察部它是合属的，但是那个并不是，那是一个纪律部门，它并不是个监督部门，它不是个行政。你比如说美国三权分立，行政立法互相监督或者互相制衡，中国没有。中国的行政权是世界上什么叫独裁？独裁这就叫独裁，就是没有监督的、没有制衡的权利。这是中国出现系统性腐败、贪污腐败的制度性的缺陷，这是一个大前提啊。当你看到这个大前提的时候，你一看到这个大背景，你就知道，行政权下沉到乡镇跟街道，将是一场社会性的管理体系的灾难。也就是说，腐败现象会一下扩散到基层，因为大家知道，一个没有监督的权利，就意味着腐败，必然的腐败。虽然他跟人大常委会在通过这个修改这个行政处罚法的时候，说什么要建立这个考核、评估等等，没有用的那个。等你评估走了，他就继续干他想干的事情。中国一直是这样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一旦行政权下沉到乡镇跟街道，那是社会管理，因为社会管理的最基层就在乡镇跟街道。那这个层面的腐败，那不是一场灾难是什么啊？那么中共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找到一套办法去控制中共党内和政府内部的腐败，没有办法控制，控制不了。为什么？就是一支笔呀，一把手一支笔搞定所有的事情，他能不腐败？他一定腐败，他没有办法控制。那你想一下，那现在的中纪委跟监察部啊，监察机关啊，他现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什么这个巡视组啊，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方法表演给大家看。你看我是在反腐败，但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不参与他的日常工作，只要你不参与他的日常工作，你都没办法控制腐败啊。那如果你再把这个监督由省下降到市，再下降到区，再下降到街道的话，那你知道意味着什么？那你差不多每个官后面得站一个人，那监察体系本身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啊。这是第一条，就是什么？就是腐败，腐败将下沉，将扩大这个面，因为它行政权力会授权到街道跟这个乡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行政资源
行政资源将持续的分散跟耗散。你把行政权、把各种权力下沉到街道、下沉到这个乡镇你就意味着什么？你就意味着要赋予他们的权利，同时人财物全部都要配套上，否则你怎么执法？否则你怎么执行他的事权？他把很多的区乡镇的一些事权下沉到了街道，下沉到了乡镇那个县下沉到乡镇，然后这个区下沉到街道。那你事权下来，你的人财物你不得配套，我怎么做这个事情？所以呢，意味着什么？大量的财政资源你得往下沉。那意味着什么？中国的财政供养世界第一，财政供养负担。财政供养负担是什么意思？就是养的人，政府养的人世界第一，从比例到绝对数量肯定是世界第一那么如果你把行政执法权延伸到乡镇街道，意味着与之配套的行政资源也要延伸下去，那你就不得了。你原来在区，一个区管10个街道，哐嚓下去，你区的行政资源你不能，你除非你把区政府给取消了，你否则区这级还在。那你其他的资源你分散到10个街道，意味着你的资源可能是成倍的增加。那现在你想想看，那街道财政现在已经是财政负担毫无疑问要增加。你现在财政现金持续恶化的财政将是灾难性。现在街道很多地方是发不出来钱的好，那你把有限的财政资源分散到基层，地方政府怎么执政？是地方政府更想躺平，因为什么？没钱了，资源都分下去这是第二个。第三个，你现在面对街道的时候，或者你面对乡镇的时候，无论是民众还是企业还是社会组织，它基本上呢，它是跟你对话，然后请示后面，那你以后就不一样了。那以后的这个社会管制的状况会持续的恶化。为什么？他有执法权，直接不听话是吧？抓，上来就抓。这个就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的管制状况将会持续的恶化，因为这些基层管理、基层的这个政府部门已经有执法权，已经有足够的资源，而且他会养一堆的人这是第三个。所以呢，中共在应对即将来临的社会变化，采取了很多文革式的模式。你刚才我们讲枫桥经验，然后他在农村开始恢复农业合作社，开始去恢复原有的供销社，甚至他开始干嘛？恢复这个学徒工。学徒工已经好久没有了，早就已经没有了。现在他开始上个星期这个人社部和其他的部门联合发文，说这个恢复原来的这个学徒制学徒制签1年以上的劳动合同，培养1到2年，进行这个培养这个中级工、高级工、技师等等开始你可以看这个社会的面貌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我们的结论就是中共正在调整它的这个国家管制的模式和它的应用工具，然后中国社会正在发生重构重新调整，重新搭建新的模式社会面貌也将会发生变化，中国的权力布局将发生重大的改变。大家知道中国这个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靠的是什么驱动？靠的是权力的驱动。那权力现在开始重新重构，权力布局在开始重构。那未来权力将会更加贴身，因为它权力下沉，直接就跟你每个人都有关系了
更加贴身、更加激动、更加强悍。它会影响什么？它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它会影响企业的运营和生产方式，它会影响社会结构，它会影响个人和政府的关系，它也会影响个人和个人的关系，它也会影响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事件，我们要保持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好吧？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题目讲的有点长了，已经超时了啊。那么我就简单的把后面2个新闻播报一下，就过了吧啊。第2个议题是，拜登政府针对新疆、香港发出商务警告啊。那么美国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国土安全部、贸易代表办公室和劳工部6个部门7月13号联合发布一项新的商务警告，提醒美国企业和个人警惕与涉及新疆供应链的风险。那么，新疆涉及强迫劳动以及其他侵权行为的实体，如果你跟他有这个供应链上的往来，会产生声誉、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他提出一个这样的警示啊。那么，美国国务院跟财政部、还有商务部和国土安全部去年7月份，就是川普政府的时候，首次推出针对新疆的商务警告。当时就提醒美国的公司避免和涉案的中国实体发生供应链的往来，以免给自己带来信誉和经济和法律上的风险。那么这一次的商务警告，它更新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是什么？就是美国政府已经认定啊，不过这个认定其实是川普政府认定的，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了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的罪行。上一次警告的时候呢是没有这个认定，这一次警告的时候已经有这个认定，所以这一次警告，它反映出来的这个警告的这个更具有事实的基础啊。那么这是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当然是有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啊。什么意思呢？它目的是让美国的企业或者美国的各公民，你不要跟新疆做生意了。其实讲到底就是这个意思，你不要跟他有供应链的往来。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就要开始脱钩咯啊，这是第一个。第二条新闻是英国的《金融时报》7月13号报道，拜登政府本周将提出针对香港的商务警告。商务警告指出，随着中国加强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控制，美国企业在香港开展业务的风险越来越大。这个警告，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金融时报它的这篇报道，一方面讲这个香港美国政府会针对新疆发出商务警告，同时他说会针对香港进行发出商务警告。那么现在新疆这个已经发生啊，说明他的报道还是比较可靠。然后现在讲的是香港，报道说这些威胁包括中国政府获得外国公司在香港储存数据的能力，以及中国最新通过的法律，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啊。那么做出这一决定的部分原因是，拜登政府认为美国的企业对这个问题重视不够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苹果日报停刊事件啊。那么所以呢，拜登政府针对香港发出的这个商务警告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美国政府可能会对香港的议题采取更多的制裁措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人认为这意味着拜登政府会在香港议题上采取实质性的制裁行动。这个老实讲呢，我就不知道，因为我现在对美国政府的香港政策不摸底，或者说我们没办法理解它的脉络，所以我们没办法分析
他这个行为背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和结果，所以我没有办法评价这个针对香港的这个商务警告到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过我还是非常坚定的认为，美国在香港议题上的行动，第一过于迟缓，第二没有实质性，这实际上会影响美国在香港的真正的利益。当然有些人认为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它是给香港的在香港的美国企业一些时间，让他们有时间去做反应，你要撤你也得有时间来撤，也许吧，但是我不知道，我看不到啊。这是第二个主题。第三个主题，全球悼念刘晓波。7月13号是中国著名的意见人士、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4周年啊。那么刘晓波08宪章，大家知道跟他关系，跟刘晓波有关的是08宪章，还有就是诺贝尔和平奖，还有就是他死在狱中，还有就是他的骨灰撒在大洋里。所以除了中国大陆以外，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全球都在悼念刘晓波。我们今天也向大家表达对刘晓波的这个敬意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呢，请大家不要聊天啊，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啊。好，明谢 Mike 猪，谢谢 Jenny 唐，谢谢 James 叶，谢谢。情况，枫桥是属于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不是宁波。OK， 关于枫桥经验就是有本事就地罢了，不麻烦上峰啊。OK， 观点 CCP 越集权越恐惧。恐惧与人民的反抗和非暴力不合作，但是所有这些都需要持续的资源投入，而资源吸取却在持续萎缩或枯竭，最后会导致多器官功能性衰竭而亡。OK， 提问：在民主社会，对一个地区的管辖权、立法权和执法权是选民通过投票由选举的方式给予当选者的。中共的这个做法像极了黑帮老大给帮派中的小弟派遣任务，把有油水的差事派给小弟，腐败现象泛滥将会是必然的。请问王老师，这会不会也是 CCP 的意图，通过基层深层次的腐败来更加巩固自己的权利？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我们不要用这种我们不能用传统智慧来解决社会管理问题啊。怎么说呢？腐败是什么？腐败是管理的失败，也是管理的灾难。如果你要把这件事情管好，或者把这件事情运营好，肯定不能用腐败啊！腐败不是管理方式。肯定不是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没有一个体系是用腐败来管理，不会的。就算是你一个极端残暴的政权，也不会用腐败来管理啊。观点：这个政策是给基本小弟下放收保护费的权利，可基层搜刮太过，本来黑社会化的农村乡镇基层更加凋敝。城市社区网格员、社区主任、书记，这下再瞎折腾吸血，经济就更烂了。观点：农村大队基层基本是靠打出来的流氓治理模式。以前收公粮和提留的时候，村长直接对某村民说：“你要是不服，我们打一架；你要是赢了，就不用交提留。”现在农业税取消了，农村抽水灌溉都得靠自己家里解决。
湖泊、水库都在村长控制手中，每年因为抽水灌溉的冲突事件都会发生。观点：制定这个政策的人绝对不了解中共乡镇街道干部的实际情况。如果乡镇街道一群世袭流氓加法盲控制了行政执法权，激起某地的大规模民变是可以预期的啊。提问：请问王老师，下放权力到街道能不能理解为提前的保长机制、穿透式监管，以及从身边抓、从身边管，人人相互举报，恶官直接掌管你的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我们不讨论这种想象的问题，好吗？我们讨论比较直接的问题。而且我们不要用这种比喻，行不行？我们就事论事去讲，因为你用这种比喻，我怎么去？你说保长，我怎么去评价，对吗？连坐的体制，或者是保甲体制，当然早就取消了，那么中国会不会变成有个这样的体制？我现在看不到。我们还是就事论事讨论比较好，好吗？现实情况是一个小区4个机构，物业带党支部，业委会门口挂党支部招牌，居委会带党支部，派出所驻点机构另外加网格化管理员。OK， 物业、业委会、居委会、派出所驻点机构再加网格员情绪众多的所谓中央巡视组的头被双规，就是 CCP 无法解决腐败问题的最好证明，非常正确。就是说，你想一下，监督部门谁来监督他，对吧？你想一下，当监督部门有权抓官员的时候，那监督部门自己也会腐败，那谁来管他呢？所以这个是个问题。那再设一个机构去管监督部门，那监督部门的监督部门谁来管？实际上就是个黑洞，中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提问：自1980年开始，中央也搞了权力下放，特别是死刑复核权，经历1984、1996两次严打，无数死刑立刻执行，造成了多少冤假错案？这还不包括1950年以后各项运动中权力下放制造的死刑案，直到2007年最高法才收回死刑复核权。请问王老师，行政执法权的下放是不是代表司法权的下放？会不会又回到之前的死刑由乡镇来复核？我们真的是很有想象力的。我们是行政执法权，你怎么会跑到了司法权的下放？你说呢？对吧？你明明是知道的呀，你既然都已经讲到是司法权了，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问题呢？问这样的问题不欣赏观点：中共能够压下民怨的技巧之一就是提倡有问题都是地方腐败无能，中央永远是对的。OK。提问：前一阵子王老师说中国没有办法走回头路，也就是重回计划经济。习近平也明白这一点，只有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才能稳固政权。那现在这种凤桥模式文革气息浓厚，是不是说明习近平在走回头路？我就很不同意这种提问方式。第一个，你明明是在篡改我的话。我讲中国没有办法走回头路，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计划体制，不是计划经济，是计划体制是无法恢复的。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计划体制是不可能恢复的。我讲的不能走回头路是讲的是这个。你把我的讲的话扭到你的论点上来，让我昨天的我打今天的我，是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觉得你这样想问题根本就不合理你要说就说你自己的观点，不要说我的观点，行吗？观点：古巴人民都敢站出来要求总统下台，但是中共国自从
经历6·4之后都不允许强队发出不同的声音，并且持续增加维稳费用，高达2万多亿人民币，给军人多发钱，准备做战争的准备，以及持续增加军费开支。从6月7号以后的公务员绩效奖金全部收回去，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执法人员只会肆无忌惮地从普通老百姓身上捞钱、吸血、搞钱。习的公私合营 2.0 急速升级到公私合营 3.0 直接抢，中国已经进入了互看模式。观点：从最近高职学生跳楼这件事情就知道，中国的强迫劳动是普遍存在的，不只是新疆而已。当然是。原来调查记者第一个最出名的报道是什么？就是黑窑事件，就是强迫劳动那些把人卖到里面去强迫劳动观点：感觉新疆模式是全国推广的铺垫，不一定要实施，只是铺垫好，随时可以实施的基础。情绪坐标北美，这2天欧洲杯，看到周围不少欧洲移民在自己的车上或者是门前悬挂自己祖国的国旗，非常自豪。身为中国人，我真的对他们非常羡慕。中国人已经被共产党绑架了，没什么旗帜能够代表中国人这个群体，而不带着其中的政治含义。在需要表达对同胞情感上支持的时候，甚至不知道该挥舞什么旗帜，才不至于遭到旁人的侧目，实在是太悲哀。你为什么不可以挥舞美国国旗呢？对吗？提问：请问王老师，前几天清华紫光破产，能算是中国半导体大跃进的失败吗？一边是国家大跃进运动失败，一边是国家大力打压国内最具活力的互联网公司，用维护政权，但又牺牲整体国家经济。但是政权基础又是经济，请问这背后的逻辑是什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几件事情有关联吗？清华紫光老实讲是个私企清华紫光是个私企。你看到的是挂着就是高校企业的名字，但实际上这叫什么？挂羊头卖狗肉。它最后破产其实是跟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政府在打击互联网的这个运动没有太大的关系，没有关联性，没有因果关系是他自己经营失败，所以扩张过度它是一个很巧妙的私企，顶着校办企业的名义为什么他破产政府不去救他？因为他是个私企，他凭什么救他？又没什么关系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国产疫苗没用，但是又不给复星疫苗老百姓打，除了利益还有其他原因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它背后有什么原因复星疫苗到现在没有批准，那么复星疫苗其实不是复星疫苗，其实就是 BNT 疫苗所以我不知道除了利益还有别的原因观点： CCP 的基层组织是县级以及县以下的政权已经黑社会化。20年前 CCP 已经公开讨论，行政权下放只会让基层黑社会化更进一步，一定会激起更多的社会矛盾，会加速 CCP 的灭亡进程。刚才有一系列把这个议题往前推动的这样的议题，我基本上都不同意。为什么？我们要讨论问题，一定要有基础。就是比如说你说 CCP 基层组织黑社会化，你先要把这件事情证明给大家看，然后以这个为基础去推导出一个结论。我刚才看到的这几个以我们和今天的主题有关的这个讨论，上来就是一个口号CCP 怎么，然后以这个为基础推导出一个更极端的结论。
这样讨论问题不会有结果，除了喊口号以外，没有太大的价值，我是这么觉得。我希望大家可以就事论事的讨论，而且提问也要就事论事的提问，一定要有一个事实的基础，我们来讨论。如果不是以事实的基础来讨论的话，你就是嘴巴爽一下啊，中共马上就要灭亡，中共肯定要呈现一个怎么样，中共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如果没有事实为基础，只是以口号为前提的讨论这个说法的话，那就不是可靠的结论，一定不是可靠的结论，好吧？所以我觉得，最终大家得出的结论就是 CCP 的灭亡会加快。你看，基本上这几个讨论都是这样，最后的结论就是 CCP 加快灭亡的进程。我觉得这种讨论没有意义啊。观点：新疆模式太花中央的钱，有个叫做财政自给率的地方财政项目，西藏只有10%，中央要补贴90%，估计新疆更低，就是持续财政流血。观点：追随王老师的节目已经2年多，希望王老师能够考虑每年休假几次，注意身体，劳逸结合。节目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会一直陪伴您的节目，一个被唤醒加独立思考的忠实网友，谢谢你。我在想这个问题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但是，我有一个更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慢慢的增加一些团队队友参加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在这个节目会变得更有力量，有更多的力量投入到这个节目当中去啊。这我就不是，我现在也不是孤军作战啊，我们还是有网友在，我们还是有团队在支持，我们可以增加更多的资源，让这件事情做得更好，我们可以走得更远，我的压力也没那么大啊，好吗？谢谢啊，谢谢你的这个建议啊，好心啊。观点：现在中国社会还稳定，主要是经济没有出太大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愚民不是特别难。最考验 CCP 的是经济真的不行，还怎么洗脑？说明你那个社会阶层不一样。我们看到的不同的风景，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你看到风景是不一样的。我跟你讲，现在的情况，现在社会底层、中下层，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非常恶劣了啊！你说的经济没有出太大的问题，是因为你的这个社会阶层，你没有看到这个危机，但是你要再往下沉，你就会看到中下层，中国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的社会状况，他们的生存状况已经非常的严峻，形势非常的严峻啊！所以你的观点，代表了什么？代表了你视角比较狭窄，你可能要去社会的中低层，去你们城市的城中村去看一下，看看城中村的生意变成什么样子啊？观点：白羽啊，就是肉鸡，先是拔拢拳，再是成拳，可以对标元末的井口，什么意思？如此展望，非要回到计划经济，终极目的是小区划格的动物庄园。OK， 好吧，我们就直话直说，我们不要老去拿现代的中国和封建社会的中国比，真的没办法比，真的不能比。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很多观念上，我们在文化上有很多传统社会，中国传统的这种影响在里头。但是中国的社会现实和封建社会、封建什么明朝啊，真的没办法比，没办法比的原因是变化太大啊。好吧，明谢唐伟，谢谢 Rene Mac， 谢谢 Patrick 长，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